养生侃侃而谈，健康如约而至。欢迎收看侃侃养生。相信大家对脑供血不足都不陌生，在中老年人中很常见。脑供血不足的危害很大，很可能会引起中风和脑梗。那脑供血不足时会有哪些表现呢？表现一：头晕目眩。当大脑供血不足时，大脑内缺乏血液供应，这时就会使人出现头晕目眩、头部疼痛的感觉，要多注意。表现二：视力模糊。当你用眼过度时，可能会有视力模糊的情况，但如果不是因为用眼过度，无缘无故的出现视力模糊的情况，就要小心，可能是脑供血不足了。表现三：语言不清。生活中如果出现语言能力下降、语言不清的情况呢，也可能是大脑供血不足导致的语言功能障碍，这也要引起重视。那如果你有其中一种表现，就好好的调理了。建议大家平时也要多运动，还可以通过食疗的方法。没事呢，可以用银杏叶泡水喝。银杏叶营养丰富，其中富含银杏黄酮，可以软化血管，改善血液循环，增加大脑供血。平常多喝点，可以帮助改善脑供血。现在吃的是越来越不健康了，还有运动也少了，这样不知不觉我们的血管就堵塞硬化了，给身体带来很大伤害。那今天教大家一个动作，可以帮助疏通血管。这个动作就是转手腕。自然站立，两脚分开，与肩同宽，腰背保持挺直，双手向身体两侧平举，把手腕立起来，手握成拳，然后双手一起由内向外转动，转一会儿，再由外向内转。每天早晚各做5分钟，因为我们手腕处有6条经脉，这样能刺激到这些经脉，促进气血运行，有疏通血管、舒筋活络的作用。坚持做，血管更健康哦。除了做这个动作外，还可以吃点通血管的食物，比如苦荞茶、木耳、蒲公英根、山楂等等，也能帮助保护血管，全身遭殃。想要知道血管堵没堵，摸2个地方就知道。第一个地方，腿部，大家可以按压一下自己的腿部，如果一条腿比另一条腿粗，而且按压的时候出现坑，就可能是水肿了，可能是血液循环不畅导致的，就要小心血管堵了。第二个地方，脖子，可以将自己4个手指放在脖子一边，感受一下颈动脉搏动，如果一侧比较弱，甚至没有，就可能是血管堵塞了。那血管堵塞对身体有很大的危害，所以平时一定要养护好血管。下面推荐大家一个小动作，可以让气血一通到底。坐在床上或者是椅子上，将一只脚的脚跟着地，然后以脚后跟为支点，带动脚部上下的运动，做20次，再换另一只脚也是做20次，每天早中晚都做1次。那经常做这个动作，可以让血液流通顺畅，帮助疏通血管，有很好的养护血管的作用。每天坚持练习，让血管越来越堵塞时，身体会有2痛1肿，若你没有，血管才算健康。第一个，下肢水肿。如果发现自己无缘无故的下肢水肿，并且腿部还伴有疼痛的感觉，就可能是血管堵塞的信号，不要忽视了。第二个，头痛。如果平时总是感觉到头痛，而且还有眩晕、恶心的情况，这也可能是血管堵塞的信号。因为血管堵塞可能会导致脑供血不足，所以出现了头痛的问题。第三个，胸部痛。若是血管堵塞，会影响到血液循环，这样也会影响到人的血液供应和氧气供应，所以很容易出现胸部疼痛、胸闷的问题。若出现上面这3个异常，就需要及时的养血管了。可以多运动，饮食上少吃油腻、含糖、含盐高的食物。平时可以用苦荞茶和山楂泡水喝，有疏通血管、保护血管健康的。很多人年纪大了都面临一个问题，那就是血管堵塞、血液粘稠，给身体健康造成很大影响，所以要提早预防才行。下面就教大家一个小动作。首先，跪立在垫子上，用双手和膝盖支撑身体，两脚分开和臀部一样宽，两手分开和肩膀一样宽。然后吸气的时候，背部向上拱起，肚子往回缩，同时左膝盖往上抬起，头也往下。呼气的时候，背部伸展，
头抬起来，左腿则往后伸直提高，做一会儿，再换右腿重复这个动作，每次做5分钟左右。这个动作可以促进全身血液循环，对预防血管堵塞有很好的效果。血管健康对我们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，所以平时要有一个好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，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，没事儿多锻炼，也可以常用苦荞茶、山楂干泡水喝，有助疏通血管，预防血管堵塞。血液循环的通道，如果血管堵塞，很容易形成血栓，对健康不利。那我们该怎么预防血栓呢？可以常吃一种豆，这种豆就是豆豉。豆豉是一种发酵过的豆制品，主要原料呢就是黑豆或者黄豆。豆豉营养丰富，其中含有很多的豆激酶，这种物质有溶解血栓、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。那没事的时候吃一些，也可以呢炒菜时放一点，有助呵护血管健康，减少血栓的形成。除此之外，豆豉还有延缓衰老、增强记忆力、促进睡眠的功效，对身体有很大好处。那想要保护血管，还可以呢用山楂干、荞麦茶泡水喝，同样能帮助预防血糖高。高血糖对身体都有很大危害，所以日常生活中要好好的控制好血糖。通常降血糖我们都是通过药物，其实在农村有种降糖树，用几片叶子泡水喝，对稳定血糖也有帮助。这种降糖树是一种稀有的热带植物，有很强的药用价值，原产于澳洲，不过现在农村也有人种植。这种植物的叶子可以帮助调节机体胰岛素功能的恢复，具有降低血糖的作用。大家可以用它的叶子泡水喝，能够帮助调节血糖。除此之外，这种植物对血压高、血脂高也有一定的调节作用，大家呀可以用它试一试，对血糖平稳有帮助。不过想要降血糖，平时呢还是要多运动锻炼，控制好体重，饮食也要特别注意，少吃含糖的食物。最重要的是按时吃降糖药，这样才能保证好身体的健康，预防并发症。高的人尿液也许有2种异常，若一个没占，血糖还算稳定。第一个，尿液发黏。当人血糖高的时候，尿液中的糖分含量也会增多，这时呢，尿液就会有发黏的情况。若你也有的话，最好检查一下血糖值。第二个，尿液有异味。正常人的尿液呢是清澈透明，并且没有异味和泡沫的。但如果一段时间内尿液发黄、有异味，并且泡沫增多，这可能是血糖升高的一种表现，大家也要注意了。那上面这2种情况，若你都没有的话，说明血糖还算稳定。那血糖高的朋友，平时除了用药物外，还可以呢喝点苦荞茶。人若出现3种情况，小心并发症找上你。表现1：皮肤瘙痒和干燥。血糖高的人，如果皮肤经常出现干燥和瘙痒的情况，而且用什么方法也不能够缓解，就可能是并发症的信号了。表现2：视力下降。血糖高的人还要注意，如果出现视力下降、视物模糊，最好及时检查一下，也可能是并发症要找上你了。表现3：腿脚发凉。如果出现下肢发凉或者间接性跛行的情况，要小心是糖尿病足，建议大家检查一下。所以血糖高的人若出现上面3种表现，要提高警惕了。那想要控制好血糖，日常做好2件事。第一，改变饮食，平时保证3餐规律，营养均衡，最好少食多餐，不能吃得过饱，尽量不要偏食，这样有助血糖稳定。第二，适当运动，每天进行适量的运动，也能够帮助保持血糖稳定，最好是有氧运动，比如慢跑、快走、广场舞、太极拳等。大家都知道，如果血糖高了，就要随时监测自己的血糖，这样才有利于血糖的稳定。那除了用血糖检测仪来测血糖，大家呢还可以通过舌头来判断血糖高不高。第一个，舌苔变厚变白。正常情况下，我们的舌头呀都有一层薄薄的舌苔，而且是淡白色的。但如果发现舌苔明显变厚，而且舌头表面像涂了一层浆糊，这可能是血糖高的表现。第二个，舌头发干。如果你平时喝很多水，但还是感觉舌头干燥，这也可能是血糖高了，大家呀不要忽视了。那除了舌头上的表现，血糖高可能还会有视力下降、多饮多食、消瘦等症状。那血糖高的人可以常用蒲公英根或者苦
调茶泡水喝，能够帮助稳定血糖值哦。生活中饮食不当，吃得过于油腻、太过忧愁等，都可能会给脾胃造成伤害。不过呀，我们可以通过饮食来调理，可以尝试下面这3种食物哦。第一种，山药。山药口感好，营养丰富，可以炒着吃，也可以煲汤。山药中含有淀粉酶、多酚氧化酶等物质，有很好的健脾养胃、助消化的作用。第二种，陈皮。陈皮味道清香，老少皆宜。陈皮中含有的类柠檬苦素能促进消化液分泌，有助增加食欲。平时多喝点陈皮水，有很好的健脾和胃的功效。第三种，蒲公英根。蒲公英根对脾胃健康也有帮助。蒲公英根有很好的药用价值，其中含有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，具有清热解毒、补脾和胃、清肝明目的功效。那经常的吃一点，脾胃也会越来越好哦。得了，就唠到这儿吧。大家还有什么想知道的问题，可以给我留言。下期见，拜拜。